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周一接受美媒采访时，也对当前中美关系的走向表示担忧，因为近期的事态可能导致台海局势迅速升温，使局势更容易变得更危险。 The leadership on both sides understand this. As they say, no one deliberately wants to go into battle. We worry about these sorts of near misses and accidents and miscalculations, and we certainly hope that the leadership on both sides can continue to engage one another, especially at the highest level, and that sensible and rational decisions can be made to prevent things from worsening or deteriorating further.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国国会在台湾问题上无底线的切香肠操作，令外界担忧台海局势未来将进一步激化。美国彭博社周一的报道称，佩洛西等人窜台只是美国国会近期一系列涉台行动中的一部分。数据显示，过去10年至少有149名国会议员窜台，其中共和党人约占60%。特朗普政府时期共有35名，而就在拜登执政仅仅1年多以来，就有33人。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窜台的民主党人人数已经超过了共和党人。对此，有分析认为，国会两党的种种行动实际上是在迫使拜登测试中方的红线，而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拜登应该讲，现在掌控整个内部政治的能力现在非常差，这些议员啊，他决心要去啊，拜登他第一管不了，第二呢，他现在可能连愿望都没有。这个他的愿望就是争取议员支持，通过一些他的主要法律，这算是他的成就。客观上是他能力比较弱啊，主观上也不排除他就是玩红脸白脸游戏吧，让这些议员去试探我们的战略底线。与此同时，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梅嫩德斯和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共同炮制的台湾政策法案正在参议院待审，不少议员蠢蠢欲动。这部法案鼓吹加强台湾防务，扬言将中国台湾地区列为美国主要的非北约盟友。法案还鼓噪称要优先考虑并加快对台军售，直到国会确定台湾所受的所谓威胁已显著降低。美媒指，如果这部法案最终获得通过，将彻底改变数十年来美国对台政策，也反映出两党在对华领域都在争相推动不同的强硬措施。美国国会研究组织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伊表示，现在美国国会正做出戏剧性姿态，两党议员都在打台湾牌，但不考虑对美国其他利益的不利影响。彭博社直言，国会不和谐的举动不仅增加了误判的风险，而且还可能扰乱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更广泛的关系，包括两国在关税、气候变化、国防等领域的谈判。事实上，中国政策工具箱中的我们可以使用的手段其实是很多的，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它完全用出来。未来如果要面对反华政客挑衅一个中国原则的类似行径不断的升级和这个加剧的话，我相信我们会采取更加严厉的、更加强硬的、更加有效的这种反制和震慑手段。那么到那个时候的话，中美之间有可能会陷入一个要相互向对方就是展示强硬这种危险境地。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的话，那么就是停止打台湾牌。针对美国内部的危险举动，年近100岁的前国务卿基辛格近期在接受美媒采访时承认，当今世界正处于危险的失衡状态，美国在自己制造的问题上和中国处于战争的边缘，但美国对如何结束这种问题以及它将导致何种结果没有任何概念。基辛格提醒，美中在台湾问题上或正在走向一场危机，为此他告诫华盛顿要保持稳健。佩洛西不顾中方反对，执意窜台，引发台海局势震荡。直播港澳台推出特别策划《台海风云录》，约访多位重磅嘉宾，探讨局势走向。对于当前的台海局势，曾经在马英九时期担任台湾方面陆委会副主委的赵建民认为，佩洛西等人窜台后，彻底破坏了两岸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稳定局面。未来一段时间，民进党当局并不会就此放弃台独立场，而美方也不会放弃以台制华的图谋。但这样的结果只会加速两岸统一的步伐。在现阶段双方又没有一个沟通管道的情况之下，加上两岸没有任何政治互信，更加上在新的这个地缘政治中美对抗的大环境并不是很有利的情况下，两岸怎么回到过去比较和平比较稳定的现状？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参议员马基等政客先后窜访台湾，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中方采取强力反制措施，涉及外交、军事、经济等多领域。对于美国政客窜台引发的一系列负面影响，赵建明指出，感受最明显的、受到最直接冲击的就是岛内民众。台海的这个安全，我们影响最大，包括政治、经济、安全、外交。都跟两岸有关系。台湾的经济其实是依赖中国大陆的市场，远远高过任何其他的市场。我们出口42%以上到中国大陆，我们出口到中国大陆的金额是超过我们出口到日本加美国加东南亚，我们下面3个大的市场的总和，就可以知道我们经济上外贸上如何高度仰赖这个中国大陆市场。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一去不返，那经济上我们势必会承受更大的这个受伤。未来会不会进一步扩大经济的惩罚，或者会不会有进一步扩大其他的这个军事的风险？1954年出生的赵建明于2008年11月被马英九任命为台湾方面陆委会副主委。任内他见证了两岸之间的和平与发展。然而蔡英文2016年上台后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关系急转直下。赵建明表示，九二共识的达成证明海峡两岸有能力、有智慧，秉持求同存异的精神，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而在目前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与台海关系下，回归九二共识依然是两岸重启对话、打破僵局的最佳解法。我们执政党一直说没有九二共识，当然我们是政党政治，那你要有一个可以解决的办法。比如说我这里有一扇门，以前那个房客他有钥匙可以开，他进门进去住了。那你现在新的房客，你不要过去的钥匙，当然可以啊，你要有你自己的钥匙嘛，不然你就没有办法进去住嘛，你就在门外嘛。上周三，国台办、国新办发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进一步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事实和现状，展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追求祖国统一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外界注意到，新版白皮书中出现了高达36次台独，并4次明确点名揭批民进党，指其谋独行径、挤压和平统一空间是必须清除的障碍。这是对民进党当局不要越过红线和底线的一次最强烈的警告。对此，赵建明认为，在域外势力不断介入以及岛内台独势力越发猖狂的形势下，白皮书的发布显示出大陆方面统一的决心。那也许执政党你要换位思考嘛，就说为什么在你执政期间，对方一直加快统一的速度，而且把原来和平统一的方案逐渐加大武力的因素，你要做这个思考嘛。年底的选举会不会对我们执政党比较有利？我希望我们执政党不要做这个算计，因为这是太危险的算计。我希望他们不会做这个算计。分析指出，美政客窜台绝非个人行为，也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事件，而是在美国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都把中国作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进行围堵、遏制、打压的背景下发生的，实际上反映了美国的战略意图。但赵建明认为，如果台当局因此就认为所谓美台关系真的坚若磐石，那纯属一厢情愿。那么美国跟日本当然是强权，可是人家有他自己的国家利益，那么避免跟中国大陆开战，绝对是美国第一国家利益，可能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利益。期待美国一定为我们做什么事情，一定会为了我们跟14亿的人口开战，这个期待太过一厢情愿。美国现在通货膨胀非常的高，那拜登在2年以后的连任选举，现在看起来非常的吃力，能不能获胜现在不得而知。那么他当务之急是如何化解，把这个通货膨胀降低下来。可他假如要能够成功的把通膨降低的话，你说他需要哪一个国家的合作啊？第一个不是日本，而是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因为这整个产业链的问题都要中美来合作。